中国军团远赴日本参加日本混混打架真人秀，去了5个，打了5场比赛，全部拿下，结果被日本人硬黑了2场。比赛前还被这帮日本混混给偷袭，幸好我们的小伙子们是战斗力爆棚啊 ！Breaking Down 第19季新的比赛又要来了，上一次的5名选手，这一次将有2个要参加比赛，你们先猜一下是哪2个？我将会在视频结尾给你们公布答案。我先卖个关子，本期视频我们来回顾一下这5场比赛，看看到底是不是被黑了。不要再让他来皮皮了！不要扒拉！留着咱们赛场上见。这个节目非常一般，没听说过。如果是想打，或者是想打爽，咱们可以进笼子打。去年这5场比赛，说实话，真的是给日本混混们致命一击。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中国小伙子战斗力会这么强。我们先从第1场开始，傻大个贾祥明。贾祥明的对手是一个不败战绩，但他不是职业选手啊，他就是个混混，全场被贾祥明给吊打，几乎没有什么有效命中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搞了个加时赛。不光是他，所有的选手全部加时。贾祥明获胜后，他的对手也是非常的狼狈，哭着走下台。第2名选手吴家乐。吴家乐是5名选手中看起来最腼腆、最斯文的，但是没想到他的全伤是这么高，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身高臂展优势。通过加时赛赢下比赛以后，他的对手是一个拳击冠军，结果是颤颤巍巍的走下台。外卖小哥王尊严可以说是一鸣惊人，他也是比赛前被偷袭、被打得最狠的那个。结果在比赛中，他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对手的身上。这个对手的实力其实还蛮强的啊，在赛前还挑衅王尊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打得怀疑人生。王尊严一上场就是火力全开，也造就了一个原地起飞、当场落地的经典镜头。因为资金链断裂的问题，王尊严的纹身才纹了一半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纹上。就算是场面完全占优，依然要打加时赛，但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王尊严最终还是击败了对手，前3位全部获胜，完胜对手。那到了第4位魏微阳了，这次日方的压力是全部落在了景元身上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景元的实力真的很强，但是完全不占优。魏微阳的有效打击更多。这期比赛我之前已经单独做了一条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其实景元在全程基本上是被暴打，只是场面上他往前压的更多一些。魏微阳因为打得太猛，所以说丢了重心，其实就是憋了一肚子气，想把对手给 KO 掉。加时赛打完以后没有办法啊，还是被对手给黑了，而且是一致判定给了对手，也是无语啊。景元虽然赢下比赛，但是在赛后啊他也哭了。说实话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输了，这样的胜利并不光彩。那如果说魏微阳这场比赛还有一点点的争议，那么韩文豹这场比赛是彻彻底底的被黑。整场比赛，韩文豹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压着对手打，几乎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，而且又击倒。近身的重拳也是把对手的脑袋打得像拨浪鼓一样。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，全方面碾压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要打加时赛。最终的加时赛，韩文豹也没有什么槽点，但即便是这样，最终还是判他输了，也是很无语啊。以上内容就是简单回顾了一下中国军团的上一期比赛。那么下一期到底是由哪2个选手参加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比赛时间是在3月20号，由中国选手魏微阳对阵 Breaking Down 大野赌贵，中国选手吴家乐对阵细川一萨。这2个对手都是日方精心挑选的，而且都和景元交过手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比赛，分析一下他的技术特点和打法风格。大野赌贵是职业踢拳手，他也是空手道的世界冠军，当然这个冠军的含金量是不得而知。这场比赛是去年的9月27号在东京干掉了景元，拿到了重量级的踢拳金腰带。细川一萨是混混出身，这家伙也是练极真空手道的啊，实力很强，速度很快，善于抓时机。嘉乐一定要小心他的前手摆拳啊，他的正反架前手摆拳都有很大的威力。细川一萨和景元也打过比赛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俩的这场比赛。赵德伟来给魏微阳和吴家乐安排的这2个对手啊，其实都是精挑细选的啊，也是研究过他们的打法风格。细川一萨其实这个拳腿其实还是有些威胁力的啊，但是景元确实也扛打，要不然他也不能扛魏微阳那么多拳了，对不对？这场比赛细川一萨是被景元给终结了。景元在19届也要打比赛，这次可能又要挨揍了啊，他的对手很强，职业选手卢泽龙城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还是期待一下2名中国选手的比赛，也希望魏微阳和吴家乐能好好的研究这次的对手，好好的打一场精彩的比赛。爱生活看格斗，这是小北哥的频道，我是老北，喜欢本期视频不要点赞关注，下期精彩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